大家好，这里是雨晨北，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这一次真是目前体积最大的一集了啊！我这个屏幕已经要装不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测评的就是这款我期待已久的野兽神灵狼神芬利尔长发款啊，当然也就是我们的超3布罗利。那么这款去年让我期待了整整小半年的产品，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实物表现呢？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点赞关注，开始测评。还是来先看盒子啊，主体的盒子不用多说，依然是我们野兽神灵经典的包装风格。正面一个带着狼头、狼爪还有披风的立绘，然后下面写着北欧狼神芬利尔。背面呢则是写了一些神秘的小咒语啊，我们就直接略过。然后这个笔架盲盒和大方脸书签那就只能说是懂的都懂啊，反正我是看一次绷不住一次。而这个红闪电工作室的头雕配件包看起来就很正常啊，只是一个缩写加编号的模式。那么我们把盒子全部拆开，首先来看我们这个主体啊，默认是装载着狼头和狼爪的，狼爪上面还有这个黑色的指甲，然后还附赠了一个黑色的披风，当然这个和布罗利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披风呢，我个人是不建议安装的，因为很可能会有这个蹭色的风险。头发方面呢，本款是附赠了一个长发的后发，还有2个前发，一个是超3的前发，一个是超赛神的前发。而面雕一共有6张，其中4张没有眉毛，并且眉骨突出的是给超3形态准备的。首先是一个严肃脸，然后是微笑脸和邪笑脸，最后一个则是怒吼脸。而另外2个带有眉毛的面雕就是给这个超赛神形态准备的，有一个严肃脸和一个怒吼脸。配件包里则是附属了4个头雕和4张面雕，4张面雕都是咬牙的表情，4个头雕则分别是绿发、透明黄发、白神形态的10色白发，还有一个透明白发。配件包里的面雕接口和本体头发都是适配的，可以任意的替换。这一次在配件包这2颗透明色的头发上是整了一点新活的，需要单拎出来讲一下。本次2个透明头是可以发光的。拿出附赠的这个小磁铁，看向头部连接处后发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黑点，就是灯组。磁铁靠近就可以感应发光。这个发光在镜头下因为我这里有灯光，看起来就不是很明显，但如果在暗处就会比较明显了。如果想关闭的话，就只需要把磁铁再拿出来感应一下，就可以关闭灯组了。那么这个时候细心的同学就会问了阿北老师，如果这个灯后来没电了该怎么办呢？这个其实很简单。在后面我们大概能看到灯组所在的这个地方，头发是可以拆卸下来的轻轻一掰就可以把这块头发拆下来，最后就可以轻轻的把灯组取出，进行电池的替换了。手型方面则是提供了5对手型加上一个抱胸手，分别是一对龙爪手一对可以搭载右上角这个绿色特效件的手，一对放松手，一对握拳手和一对五指张开手。为了适应一部分玩家的需求，本次还额外附赠了一根比较长的脖子球冠连接件，最后还有2把做成了独立分件的装在面雕上的耳环。好，那么在费尽了9牛2虎之力之后我也终于是把这个长连接杆给装上了来，那拿出之前这个短杆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明显的长出了一截。那如果是使用原本这个短连接杆的话，装载怒吼的面雕看起来就会很奇怪因为这个面雕比较长，下巴都快能抵到锁骨这个地方了就整体会比较违和。不过换这个杆真的是很麻烦很费劲推荐比较有动手能力的去更换这个杆，可以提升我们的把玩体验。又费了不少力气也终于是把这个头发给安上了。在这里要先提醒一下大家装这个头雕的时候，无论是长发头还是短发头，都一定要先包一块布或者是泡沫纸这样才比较好安装。不然因为这个球冠依然非常紧，而且头发上刺很多非常容易扎手，有很多兄弟就因此血迹了只能说布罗利还是狠出了一个模型还可以血迹我们，已经打破第4面墙了，属于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这个超3觉得这个布罗利哪变过超3呢？是个同人形态吧？但其实不是的是出自于官方的游戏《龙珠英雄》里布罗利在幻魔人西德尔刚的帮助下变成了超级赛亚人3这个形态。
把附带的另外一个前发换上之后布罗利就变成了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之神这个形态。相对于超三这个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之神形态会更加的冷门。这个呢是出自于龙珠的一个4D 电影就是那种观众比较身临其境有各种体感体验的电影里面。在这部电影里，布罗利就变成了这个独属于他的传超赛神形态。本款的整体造型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在项链、腰带、臂环还有靴子的部分都采用了这种磨砂的金属色，蓝色的宝石也做成了透明的分件。那上半身这个肌肉的刻画，整体来说我认为是比较不错的，整体的质感做得很棒唯一一点呢，我觉得肩膀的两边肌肉可以再饱满一些，看起来会更加霸气。那这个时候就又有朋友要问了那这个胸肌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平？你正常如果练肌肉练到这么壮的话，胸肌肯定会很大的呀就像万代的那个布罗利一样胸肌会比较鼓。这个问题我想是因为配件而做出了一部分的让步，因为要装载这个抱胸手如果胸肌做的太鼓的话，看起来会非常奇怪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本款的可动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的可动把前发换成超三的前发，增强一下可动性。这款头发呢是有2段可动关节的，可以抬起和放下。而头部的转动呢因为长发的干涉很大，只能左右转动一个很小的幅度。在更换了长连接杆之后，低头的幅度依然不是很大，而抬头则因为后发的干涉，幅度也不是很大，左右侧摆的幅度则是较为正常。然后来看胸腹关节，这个拿起来真的非常重光是这个头发估计就要有一个素体重了。那么本次的胸腹关节表现是比较一般的，无论是前倾还是后仰都没有一个很大的幅度。腰部的关节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平转360度当然不是很建议大家这么转毕竟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一点。手臂的可动呢，单臂360度大风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平抬可以达到90度以上，也可以360度的旋转。曲肘则是因为肌肉块太大而只有90度的幅度。因为本款的胸部采用了一个很软的软胶材质，在拉出蝴蝶关节之后，双臂是可以在胸前交叉的。接下来来看下半身，把这个软胶裙摆掀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胯部关节是这种类似3.0素体的关节，前踢的幅度可以达到90度，而侧踢也可以接近90度。整体来说，这个裙摆的干涉还是比较小的。而后踢呢则因为这个屁股的限位几乎没有办法做到。而屈膝呢，则是因为这个腿实在是太粗了，所以说只能达到90度。最后来看脚部的可动，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都有一段幅度，也可以360度的旋转，左右的接地性也比较良好，脚尖也有一段可动。经过了一番把玩之后，我们再来整体的评价一下这款产品。首先是造型和颜值，这款真的很帅很帅，拿到手里是非常惊艳的。然后比例也很大，非常有分量，并且掰起来也很爽。整体的质感非常不错，细节处理的也非常好。如果说缺点的话，那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这个安装上可能实在是要费点劲了。然后这个长发款因为整体太重，头发太长，并不是很适合把玩。如果平时是把玩很多的玩家，还是比较推荐入那个初登场款以及战损款，或者是单独购买一个配件包来搭配使用。这款的预定价格是498，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目前出货之后价格已经飞涨了如果不是非常喜欢的玩家，还是不建议高追的。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量力而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依然是如果有什么想法、建议或者问题，以及以后想看我拍什么样的测评，都可以在弹幕、评论区还有私信来告诉我。好，那么我们别忘了点赞关注，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期再见。